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第3季前情提要。Sarah 遇难，妮萨为复仇赶往星城。当得知真凶极有可能是马尔科姆后，妮萨选择跟奥利弗一同破案。而后得知马尔科姆一直在保护妹妹西亚，奥利弗只能作罢，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双方分道扬镳。但妮萨心底还是坚信着这事儿跟马尔科姆脱不了干系。眼看奥利弗如此执着的要保住马尔科姆的命，妮萨只能回到南达尔巴特，如实转告给了忍者大师。刺客联盟与绿箭侠正式开战，而洛伊总是梦到自己手刃萨若的场景，真实的不像是一场梦。2周过去了，这件事把洛伊折磨得够呛，整天魂不守舍的，出去执外勤都不能集中精力，晚上照常跟着奥利弗去打击罪犯。可到了目的地后，已经横尸遍野，看来有人先一步出手，而且还是下了死手。现场价值100万的货物却没动分毫，地上只有血淋淋的3个大字：有罪。鉴于洛伊最近状态低迷，奥利弗想让他好好休息一下，打击罪犯的事情交给自己跟迪哥。待哥俩离开后，洛伊拜托菲利西蒂给他验个血样，他怀疑自己体内还有残存的米拉库鲁。与此同时，奥利弗已经横扫一大片罪犯，从一个健全人的口中问出了上层人的名字，顺着定位找到了拳馆，而男人早已嗝屁。下一秒，灯光一亮，泰德跟劳肉走了进来。原来几个小时前，师徒2人准备放假出去吃顿饭，离开前拳馆什么事都没发生，这回来才看见一具倒挂的尸体。罗若可以证明泰德的无辜，昆汀带队过来善后，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把泰德带回了警局，待查出真相随时放人。殊不知在罗若离开的时候，人群中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。在奥利弗看来，这一切不可能是巧合，即便不是泰德干的，也跟他有关。让他最气愤的是罗若偷学格斗术，这罗若怕是已经一往无前，走向了死路。很快菲利西蒂这边出了结果，米拉库鲁显示为阴性，罗伊现在除了点轻微高血压之外一切健康，他这才敢把梦里的事情告诉菲利西蒂，等外面的案子结束后再告诉奥利弗也不迟。小队一番调查发现，这几起案子有一个细节，所有受害者均是被直虎殴打致死，凶手没有动过任何热武器。而6年前有一桩相同的案子，嫌疑人代号野猫，又被称之为黄金左手。巧的是泰德就是左撇子。奥利弗意识到这个家伙不简单，跟着定位发现一间地堡，墙上的报纸，桌上的纸虎，是野猫的据点无疑了。墙上再次出现一具倒挂的尸体，泰德突然出现袭击了奥利弗，但他的操作比起绿箭侠多少有点捞啊，被奥利弗一个他娘的塞炮剑活活干晕。泰德解释了一切的来龙去脉，6年前他也曾是一名治安维持者，因为一次失手他揍死了罪犯，之后就隐退江湖，再也不参与这些事儿。想必是有老仇家在陷害自己，找上捞着查出了死者身份，在外人看来不过是帮派争斗，然而泰德一眼便看出了端倪。这一切线索仿佛指向了6年前的失手案件，男人对泰德极为了解，仅凭声音泰德就一副失了智的模样。最终警方赶到，以多项谋杀罪逮捕了泰德。案件到此算是断了线索。刚回到地堡，就从洛伊嘴里边听说了米拉库鲁的事儿。他这种情况是大脑的记忆碎片在慢慢恢复，那些因为米拉库鲁而压抑住的记忆开始在梦中浮现。至于真假还无定论，但光是这个消息就足以让奥利弗他们震惊。一切发生的太过巧合，萨若出事的那几天，洛伊刚好开始做梦，而且伤口分析也表明行凶者非一般人。这回洛伊有100张嘴也说不清了。警局这边已经关押了泰德，算上6年前的失手案，现在有最少7个案子扣在了他的头上。罗若说秃噜皮才问出了实情，男人叫艾萨克，6年前算是他的徒弟了。师徒俩在贫民区附近惩恶扬善，关系亲密的如同绿箭跟红箭。一天他们值外勤碰上了几个毒贩，艾萨克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愤怒，失手打死了对方，并将尸体倒挂起来展示给其他人。而那之后泰德便把他逐出师门，这起杀人案也被扣在了自己头上。坦白实情后，泰德被无罪释放，前脚刚出门就撞见了艾萨克。当年自己被赶走之后就碰上了仇家，被折磨殴打了数月才逃出来，而艾萨克把这一切都怪在了泰德身上。2人被挟持，罗若偷偷拨通了费利西蒂的电话，没一会儿奥利弗一个王者压弯跟上了他们。这肉包铁终究是干不过铁包肉，还好洛伊没有自暴自弃，众人搭配下拦住了汽车。在与艾萨克单挑的过程中，洛伊时刻谨记奥利弗的教导，非但没有失控，反而把男人生擒。另一边的奥利弗也救起了劳尔。爆炸们把真公平从不回头看弹幕打在男人上。罗伊终究是奥利弗的小老弟，是不可能抛弃他的。事后罗伊想要退出小队，他不会原谅自己犯下的错。奥利弗回手就掏出一个蜡烛，4年前马西奥夫妇曾用过此计。人的潜意识里会有很多被大脑忽略的记忆，冥想状态能够帮助罗伊开窍，从而唤醒真正的记忆。起初还是萨若遇难，一遍一遍的重复。某一刻萨若变成了一名警察，
在之后，罗伊想起了去年自己的暴走，那晚他失手干掉了2名无辜警员，而他下意识地把对方幻想成了当时的敌人萨软，这也够罗伊消化一阵子的了。夜里，警局押送艾萨克的途中遭遇神秘女子，对方一剑带走了艾萨克，女人自称丘比特。这起案件很快引起轰动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为丘比特给死者穿上了绿箭侠的同款 cos 服，现场唯一的证物只有一枚红心箭头。费利西蒂这边刚刚打卡上班，进门就见一猛男赤裸着上身，手握又粗又长的铁棍反复摩擦。费利西蒂一秒变迷妹，雷邀请他晚上随自己吃一顿商业晚餐，光是一件衣服就顶上费利西蒂1年工资。奥利弗刚想联络费利西蒂查案，转眼就从电视上看见他正和雷在一起。昔日的奎因公司也早已更名帕默科技，气得他抡起了50米长的铁锤砸烂了红心箭头。只见里面藏有一张小纸条，待哥俩上门服务之后，房间里的红粉蜡烛营造出了暧昧的气氛，墙壁上贴满了成年人才看的报纸。绿箭侠干掉坏人，挽救百姓。奥利弗接起了床上的手机，电话另一头的私生饭已经给他准备了另外一份惊喜。小队一查就得知了人质的身份，以及那位自称丘比特的女人。女人名叫卡莉，曾是一名女警，她也是不久前在拳馆门口的诡异女子。奥利弗直奔人质所在地，分头行动没多久，罗伊直接败给。说起卡莉啊，还得回到半年前，米仔大肆袭击星城，众多受害者之中就有卡莉的存在。幸运的是，他得到了绿箭侠的帮助。自从那一天开始，他就爱上了这个绿帽侠。绿箭侠遇女匪，首战必败，这个法则在这次同样也奏效。不过，知奥利弗者，的哥也。他知道兄弟这次失利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费利西蒂。自打妹子跟了雷之后，奥利弗一直就劲儿劲儿的。这种事啊，谁传话都没用，还得奥利弗本人自己鼓起勇气解决。与此同时，奥利弗查出卡莉曾被关进过圣沃克精神病院，并在第一时间拜访了他的主治医师。毕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想要赢掉对方，还得先了解对方。卡莉最大的问题就是感情障碍，这种人很容易因为专注某个人而达到癫狂的程度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他渴望得到的感情关系。说白了，奥利弗得从了他。夜幕已降，雷和费利西蒂已经换好礼服，戴着金翼的项链，费利西蒂的手都在发抖。这边感情逐渐升温，另一边却依旧是有人两两啊。卡莉溜完现任后，将一支箭插在了对方的脖子上，而且死者是个电脑专家，到底给了卡莉什么情报，警方也查不出来。此时此刻，奥利弗只想让费利西蒂回来报道，至于他心底到底是因为吃醋还是因为任务，迪哥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奥利弗没理，只能独自行动。与此同时，雷和费利西蒂已经入座，商人不说暗话，老子不打算把自己的矿山卖给雷，其中蕴含的财富无法估量。可费利西蒂说的话触动了老头，雷和其他商人不一样，他不为盈利，只为公益，最终目标是让星城变得更美好。这种让身边人为之骄傲的猛男值得信赖。间隙，费利西蒂帮迪哥查出了卡莉的目标，出乎意外的是，他选中了西亚的夜店，台上的 DJ 根本带动不了气氛，这让西亚是相当气愤。赶上一个精神小伙跃跃欲试，西亚也是抱着死马当着活马医啊！小伙一手2只蝴蝶 DJ 版，让现场观众直呼上头。人群里自然少不了卡莉的身影，奥利弗若是再不行动，所有人的小命都不保。深夜小巷里，星城最知名的绿帽男私会女粉丝，私生饭表示我得不到的男人谁也别想得到。随即两人互射一脸，场面异常激情，由地面战争转至铁道游击，一男一女在地上辗转反侧，最终女方玩起捆绑 play， 将男人拴在了铁道上，望着远处呼啸而来的地铁，女人选择殉情。岂料奥利弗一掌掰断了大拇哥，将女人扑倒在地，姿势诡异，最终给卡莉准备了0室0厅1马桶的牢房一间，由阿曼达全权接管，让她加入自杀小队，也许还能有点用处。毫不知情的西亚还在盘点着当晚的收入，精神小伙的歌单属实给力，他非但没有收1分钱，还答应了以后会经常来，这可把西亚给撂倒了。另一边，费利西蒂跟雷的关系也逐渐变成了情侣，刚鼓竞技的奥利弗见到眼前这一幕，头上的帽子更绿了。什么叫有先见之明？奥利弗就是个例子。奥利弗有口说不出，心说是他有眼无珠啊。回到地堡一顿暴扣，罗伊直呼是感同身受。师徒俩直奔迪哥老家，看看小撒热的老爸老妈，啤酒扫瓜，吃顿烤鸭。半夜3更，雷某在办公室里鬼鬼祟祟，心生杂念，不足1刻钟的时间，男人便搭起了自己的战甲。在街头小巷里，一名黑衣人手持回旋镖，口中大念手里干，直直要了男人的命。黑人代号回旋镖队长。在一次抓捕行动中，迪哥夫妇险些遇难，就连奥利弗都差点中招。突然一道闪电划过，众人还没看清来者，就下期见了。